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频道，我是李幸福。今天我们要聊聊华为在10月22日正式发布的原生鸿蒙系统 Harmony OS Next， 这是中国首个实现全站自研的操作系统。我们将深入分析华为的鸿蒙操作系统以及它的3折叠屏手机 Mate XT 的未来。可以说我们在操作系统的研发这10年，走过了欧美同行30多年这所走过的路，实现了操作系统的终端操作系统的自主可控。根据相关报道，原生鸿蒙系统实现了全面自主研发，流畅度、性能和安全性都得到了显著提升，这也是中国政府一直大力投资支持的重点项目。主流媒体高调宣传全球第3大移动操作系统诞生了，然而，这只是一场业内人士心知肚明的官方炒作。实际上，这可能是华为最后一次收割爱国情怀。即便炒作可以引发民粹主义者的狂热，中国的科技却在 AI 的浪潮中被抛弃，始终停留在消费移动互联网的阶段。众所周知，华为的鸿蒙操作系统与安卓不兼容，这意味着所有国外 App 根本无法在这个平台上开发。同时，很多国外 App 需要适配 AI 接口，而中国根本不提供这样的接口，这使得鸿蒙系统根本不具备全球应用的潜力。由于缺乏国际开发者，鸿蒙的未来注定无法走出中国。目前，鸿蒙系统的用户数量极为有限，因为它仍处于内测阶段，尚未进入商用阶段，实际用户几乎不存在。没有用户就意味着没有价值，而在国内，适配鸿蒙系统的 App 仅有1万多款，与全球超过100万的 App 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与此同时，台积电也陷入了为华为提供芯片的风波。最新报道指出，台积电发现其为某特定客户制造的半导体芯片最终出现在华为的产品中，这引发了美国商务部的高度关注，因为美国政府对华为实施了严格的出口管制，禁止向华为及其关联公司提供任何利用美国技术制造的半导体产品。台积电在意识到这一情况后，迅速向美国商务部报告，并从10月中旬开始暂停了对该客户的供货。他们重申，自2020年9月以来，已经停止直接向华为供应任何产品。有分析认为，这些芯片可能是制裁前的库存，或通过其他渠道流入华为的供应链。兄弟们，已经更新了最新的这个鸿蒙系统 5.0 了啊，给大家看了一下。微信还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微信的话，目前还是没有升级到正式版，还是一个测试版，还是和之前的一样，没有什么其他的功能啊，就是简单的这些。但是大家作为主力机的话，还是不建议大家去升级啊。目前尚不清楚台积电所提到的客户是否与华为有关，或者该客户的总部在哪里。然而，一些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最近与台积电接触，询问他们是否为这家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企业生产过芯片。研究机构 TechInsights 的报告显示，华为最新的 AI 服务器搭载了台积电生产的处理器，而台积电也是英伟达的主要合作伙伴之一。美国众议员穆勒纳尔批评华为设备中发现台积电芯片，称这是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的灾难性失败，并要求商务部和台积电对此做出解释。同样，华为手机在国外完全无法使用 Google 商店及所有应用，因此华为最近推出的高端3折叠屏手机 Mate XT 以2万元人民币的售价让其市场定位尴尬。大家都知道，许多国内公务员因国家安全政策无法使用苹果手机，因此华为手机成为他们的刚需。但如今各地政府财政困难，首要任务是砸锅卖铁。如果公务员奢侈地使用2万元的手机，
即便是打着爱国旗号，也难以自圆其说。而能够负担高端手机的富人阶层，往往需要频繁出国。华为手机在国际市场上的限制，使其无法满足需求，连当地人使用的 WhatsApp 都无法安装。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尽管3折叠屏手机引起了轰动，但华为尚未推出与最新款 iPhone 竞争的 Mate 70。分析人士指出， Mate 70的推出被推迟，是因为中国半导体制造国际公司的芯片生产受到限制。中芯国际的芯片曾让华为震惊世界，但其技术成本高昂且易出现缺陷，难以大规模生产。华为依赖中芯国际的最先进技术来支持其产品线，包括新的3折叠屏手机。总之，华为的鸿蒙系统和相关产品面临重重挑战，未来将何去何从？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看法，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获取更多科技动态。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下铺满了半边天。公路上走过来人2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